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川普真的是步步紧逼，他现在对普丁下了最后通牒，话有说得多重。他在他的社群平台里面直接讲：“我跟普丁总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但是话锋一转，如果你在乌俄战争你不结束、你不签协议的话，我就直接加征新关税，而且这些制裁也适用其他参与国家。下一句话他更硬了，他直接说：“我们可以用简单轻松的方法，也可以用困难痛苦的方法，我让你好好的选。”这些话是对谁讲？对普丁讲，但背后更是对中国讲。他现在把中国的牙一颗一颗的拔了起来，除了经济战、军事战、外交战、监控战，现在习近平他怕的是什么？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被推上悬崖，被推完之后，难道下一个就是我自己了吗？好，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航太博士傅鹤龄。主持人好，大家好。聪哥，我们刚刚提到了兄弟有难怎么办？还记得习近平跟这个普丁两个人抱团取暖，兄弟，我最亲爱的兄弟，我爱你啊！对，没想到普丁看完啊，不是，不好意思哦，今天不是普丁，今天是川普看完之后，他的脸色变，他直接在社群软体直接讲得非常的明白。你今天如果不结束的话，我会是有加征新关税，还有其他参与的国家。你要用简单的方法，还是用困难的方法？对，现在习近平好怕，我的兄弟已经被推向悬崖了。对，没错，实际上他们两个国家，中俄两个国家抱在一起，可是问题是大难临头呢，可能要各自飞。为什么要各自飞呢？因为现在呢，川普用一招，川普就说，反正中国我先晾在旁边，现在你的关税问题来，我不跟你说我要磕多少，10%、20%、50%、100%都是我的选项，但是我先对付俄罗斯。那你看他对付俄罗斯，他现在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啊，我没有想要这个，他在 True Media 上面讲，他说我没有想要伤害俄罗斯，我也没想要伤害俄罗斯人，但是呢，继续打下去显然不是个方法嘛。他就说呢，如果你不结束战争的话，我会呢对其他参与的国家我会课征关税。那哪些叫其余参与国家，他没有说清楚，但是呢，他就说呢，经济正在衰退的俄罗斯和普丁总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那同时来讲呢，我们可以选择 We can do it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简单的方法，也可以用痛苦的方法。所以看起来的话，他其实呢步步杀招，他是要对这个俄罗斯喊话。如果俄罗斯呢你不结束的话，那我就对你课关税。那我课谁关税？除了你俄罗斯，还有后面帮忙你的人。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在这次也是遭殃的一个状况。川普这次真的是够狠的，原因是我们刚刚讲新关税下来之后，对普丁来说头已经快疯掉，没错，还有杀招在后面哦。你今天再不听话，我真的就狠狠把你推向悬崖喽。对，没错。好，如果假设你俄罗斯现在不赶快结束战争的话，我可能会让俄罗斯毁灭。那你知道具体要怎么毁灭呢？这个时代的评论里面就出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我最后呢可以让普丁呢就倒台。好，那为什么可以让那个普丁的统治倒台呢？他说很简单，他说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就是他们的石油。那么俄罗斯的60%以上的东西都是跟石油相关，它的经济所以我只要把石油灌到非常低的价格之后，你石油那你就完蛋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川普上海不是签那个行政命令吗？说宝贝挖吧，对你美国给我狂挖油，美国现在每一天大概出口1000万，产出1000万桶的这个石油，它要增加30%，就增加300万桶。300万桶增加出来的时候，现在石油市场是趋向一个平衡的状态。对，如果每天多300万桶出来会怎么样？搞不好价格会下跌嘛？那价格下跌的时候，对谁最糟糕？对你俄罗斯最糟糕。为什么？你看现在石油价格真的，因为这个川普即将上台之后，你可以看，包括说像这个布兰特原油啦，或是杜拜原油，你看都开始在往下降嘛，对不对？往下降，目前为止大概约莫在70块左右。可是呢，美国有算过哦。如果呢，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生产成本大概是多少？44块美金。那你知道那沙特阿拉伯大概是10块啦。那美国大概也是10几块，所以他们可以承受这个，你杀到10块、20块我都赚钱，但是我只要再往下杀，你看44块的这个价格，如果你要加上说它生产出来44块，你要运到海外一大堆离离扣的成本，可能到70块它就有可能会赔钱了。所以我只要在帮它往下降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亏钱了。所以川普的立场很简单，我只要让石油价格往下跌了之后呢，你就完蛋了。所以川普是靠着油把普丁掐得死死的。对，没错。另外一个，它的央行的利率，它央行利率现在已经来到21%。
过去我们都要领这个18%，对，他现在俄罗斯的利率就是21%，每个人都领21%。好，那这个到底那个利率那么高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很不好的状况，显见俄罗斯真的出问题。他的卢布现在连他最好的兄弟中国连都不要，看都不看了，对啊，大家都不想要卢布，都不想收卢布，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的卢布也没人要，那俄罗斯的钱也没有人要存在那个地方，财富一直不断的缩水。那你想啊，那都是一些经济数字嘛，我们只是在讲一些比较这个直观的这个看法。好。这是瑞典的这个财政部长伊丽莎白，她讲了一段话。她在达沃斯里面来说，她就说，她认为说俄罗斯目前为止整个经济真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好，她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他们的在卫星上面拍的这个照片。那这个照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2张照片，一个是 NASA 在2021年3月，就是在这个战争之前拍的；另外一个是在 NASA 在2023年的11月拍的这个照片。2张照片来对比一个状况。好，那么战争前拍的照片是这样，大家可以把它记得非常清楚。这所谓在晚上拍了，在俄罗斯的这个中心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莫斯科中心当然是非常的亮嘛，很多灯都在这个地方。那旁边来说，其实还有一些灯都还有出现，夜生活很多呢。对，好，那你可以看这一张照片。紧接下来，在1年之后，你看很多地方都越来越暗淡，暗掉了。就你直接直观的来对比，你也就看得出来。你看2张照片对比起来，这个是明显暗了非常多。也就是说，他是说，你看。俄罗斯同个晚上的时间点，你莫斯科少了这么多灯，表示你经济出了问题嘛？晚上都不开灯了嘛？有些人可能就没有住，或者怎样一个状况。所以要从这几点，瑞典就判断说，俄罗斯你大概整个经济上面是面临一个前所未见、空前大的这个压力。而且在经济上面杀就算了，现在美国的武器运到乌克兰之后。大杀四方，真的不意外。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画面，现在杀得更凶了。对，没错，我们之前不是讲嘛，你俄罗斯经济差就算了，如果我在战场上面有所回报，那或许我还可以有逆转的可能性。可是你看到目前为止来说啊，其实俄罗斯被打得越来越痛苦。你看这是什么画面呢？俄罗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乌克兰就加了非常多美国的武器嘛。这是美国用这个美国的布莱德利的战车在轰什么？轰这个图90的这个坦克，最硬坦克，这是史上最硬的俄罗斯的这个最重要的坦克。你看它被什么？它被美制的这个布莱德利的战车用机炮就直接把你打了好几发。它不是最硬战车，整个爆了，就把你打烂了。所以你看，我根本不需要用什么什么所谓标枪飞弹，我直接用机枪就把你扫射完了。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他们美国在目前为止，这不是很大量的标枪飞弹，那些飞弹都来到乌克兰战场吗？你看。他就直接用标枪飞弹就直接摧毁你。你看这一整排的俄罗斯的这个坦克车，大概有7辆哦。就那乌克兰的士兵好整以暇，就站在那个地方，噗噗噗，一共发了7枚这个标枪飞弹出去之后，就把你打爆了。所以他们根本毫无这个招架之力嘛，对不对？另外第二个是什么？乌克兰的战机目前为止来说，它用所谓美军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飞弹，你看它飞的这个非常低嘛，苏25的这个飞机飞得非常低，然后非常非常低的时候，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阵地的时候，它就发射相关的这个阻尼127的这个毫米的这个空对地的火箭弹，就这样发射。轻轻松松就把你的阵地打爆，所以呢，他现在因为乌克兰战场有非常多美式的装备进来之后，你看他打得非常轻松啊，他就直接用这个飞弹，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标枪飞弹，就摧毁你的这个地面的阵地的武器嘛。好，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无人机，这无人机是什么？是巴巴亚嘎的这个无人机。事实上这是乌克兰所研发出来，但是俄罗斯人看到这辆无人机吓死的。为什么？因为这辆无人机呢，它可以加这个包括说地雷，它可以弄在上面，或是它可以弄很多武器，然后去给你轰炸。那俄罗斯也想要如法炮制，它就炮制了一款，这一款跟它很像，就这款很像之后，就没想到飞上去之后。赵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因为他没办法载那么重，就飞到一半的时候，这一台就是俄罗斯的，对，俄罗斯自己知道。他现在正要飞了，就没想到他差一点把这个地雷掉在地上，而且差一点还爆掉，因为他没办法飞了，因为没办法载重那么重，所以差一点还炸到自己。有，他现在飞了起来。对，我那上面是载的是地雷。对，地雷啊，但是没多久之后就摇摇晃晃，对，他飞不起来，然后掉下来了。我们看，事实上今天这个川普不是说了一句话吗？他说要对俄罗斯还有其他参与国祭出制裁。那大家都说，那问这个总统先生，你说这个参与国是什么？他都没有说。可是在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就出现了。这个出现在 Financial Times 的这个报道里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获得到消息有2台中国的这个船呢要开到伊朗去。那开到伊朗去是什么？它载的叫做过滤酸钠、过滤酸胺。过滤酸是做什么？是用来做火箭的燃料的推进器。那你想，他们两艘，一个叫 Global 号，一个叫 Jarin 号，像这两艘呢，都是从中国的岱山岛出发，准备要出发，要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接下来会有非常多，这个Financial Times说会有非常多的船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好，
那你想，但他运给伊朗啊，他要运到伊朗去，关于跟俄罗斯什么事？我跟他讲。他其实美国在暗示什么？这个其实运到伊朗之后呢，最后会运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说他这个就告诉你说，你这我现在是明示说你是给伊朗，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是要赞助俄乌战场的，所以我已经盯上你了。所以呢，这等于是怎样？等于是暗示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中国在搞什么花样哦。中国所谓的全面监视他了，对，所以这是等于是Financial Times放这个消息说你是要到伊朗去，但是其实中国应该心知肚明了哈。那除了这个Financial Times的这个消息之外，我们看俄罗斯目前为止衰落的地方还有什么？我们他之前不是在叙利亚政府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吗？他甚至还弄了一个叫塔图斯港，塔尔图斯港来说就在这个地方嘛，在在这个叙利亚外海这个地方。那这个等于是他过去，我们知道事实上他在这个黑海在这个地方，他过去的黑海舰队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地方然后给他补充上去，他们这个中东地中海这个港。跟黑海这个港两个可以互相的这个协调，甚至人家就说，因为你有这个港，所以你可以威胁地中海嘛，对，所以你有俄罗斯战舰停在这个地方，地中海的国家都要听你的话嘛。结果好，现在因为这个叙利亚的这个阿塞德已经倒台了吧，就新政府上来就说这样啊，你以前这个塔尔图斯港不好意思啊。我们以前让你用了，我要收回来，直接翻脸了，就没有要让你用没有让你用就没办法啦。所以俄罗斯的这个船只就赶快要开离，好，让你不开离了怎么办呢？好，不好意思哦，你有一艘船这个目前为止叫这个皮卡的货轮，就是装这个，你看很多皮卡车在上面的嘛，这个货轮嘛，你不离开，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个叙利亚的，不是你俄罗斯的，这些都是俄罗斯的车子，对，俄罗斯要运到俄罗斯的嘛，那他先停在这个地方，以前是我们的港口嘛，现在不好意思哦，全部充公，现在是变成我们叙利亚。而且叙利亚现在呢，他们新政府在这个地方巡视，就说这喜欢点港口跟你俄罗斯一点也不相关，所以呢，事实上对俄罗斯来讲就很尴尬嘛。他现在整个中东的最重要的港口都丢掉，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东整个翻过来了，完全不怕俄罗斯，没错，完全不怕中国。对，也就是因为他们，因为他们我跟他讲。任何国家都是这个看老大哥说什么嘛。过去你在这个中东，你中国跟俄罗斯都有一些影响力嘛。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影响力，尤其现在川普摆明要对付你们两个的时候，我当然很多国家也会趁这个时候呢，吃俄罗斯的豆腐跟吃中国的豆腐。丁辉，我们只能说川普现在是新官上任3把火，他就直接讲我要 fire 1000人。你被 fire 了，好，其中一个 fire 人我觉得超级有趣的，这个人叫做米利，他过去是这个参谋长，而且还是一个上将一个角色，他过去跟川普有合作过，两个是麻吉，最后当然因为一些事情翻脸。现在川普是公报私仇吗？你跟我讲不是，这背后还是跟中国是有关的。对，你知道川普这个人是什么？有恩必赏，有仇必报。那这一号人物是谁呢？这一号人物叫做米利，他前一个职务叫什么？叫做所谓的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而你知道他当时担任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是谁帮他拉拔上来的吗？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当时上任之后呢，在2017年、18年的时候开始担任总统之后，就把米利从陆军的参谋总长，把他拉到这个参谋联席会议的担任参谋总长，所以等于说他升官是靠川普上来的。现在在共和党内部传开来，就是说这一位米利根本就是叛国者，为什么叛国贼呢？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在选总统的时候呢。那时候在选举的前几天的时候，他竟然打电话给中国的军委会的参谋总长李作成，而且告诉他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美国虽乱了但是呢，我们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不会攻击你们，我们也不会针对你们进行任何热战行动。然后呢，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们如果美国要攻击你中国的话，我会提前给你们打电话。”你想想看，廖别啊！如果这两个国家是个敌对国家，结果呢，准备要打起来的时候，你竟然说我要打你的时候，我先给你打电话通知你，这成何体统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等到后来不是有支持者闯入到国会去吗？对。然后后来呢，他竟然就再打电话给李作成，然后告诉李作成说，我们国家看起来是不稳定啊，但是你也知道这是民主的本质啊，我们会100%稳定啊，而且一定很好。那民主有时候会马虎。他干嘛跑去跟中国的这个军委会的参谋总长去讲这件事情呢？所以有的人说你根本就跟中国通风报信。那这一号人物呢，川普一上来火大了，马上因为他现在目前还有一个职务叫什么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委员，所以他虽然在两三年前已经辞掉，已经那个 retire 已经是退休了，退休这个变成这个所谓的一般的这个所谓委员的时候，但是呢，川普一上台。马上就把他 fire 掉。
告诉你说这号人物不能用。川普直接说我大快人心呐、对，因为这号人物根本就是叛国者之外，根本是什么？就是不对我忠诚。那你知道另外一个呢？皮特纳瓦罗，上一次国会大厦的事，他连那个国会都不愿意去，反而后来被抓起来关，对不对？关起来后这样放出来之后，现在回到白宫了，成为白宫很重要的升官了，升官。所以什么意思呢？那川普这个人就是什么有仇必报。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习近平欠他的欠最多了。你今天来讲，为什么这些高官的这个川普就把他 fire 掉的原因是不要让你再跟中国通风报信。所以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因为中国现在很多的军事管道可能跟美国的这些军人有一些关系的，这时候川普一个一个揪出来，这个揪出来的目的最主要是什么？就是我跟中国开始要慢慢的切割，要切割的目的也就是未来如果可能跟中国之间有任何一个冲突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帮中国讲上话，甚至也没有人可以给中国军委会通风报信。好，来，峰哥，我们刚刚看到了尹锡悦现在为了脱罪，他现在请他的律师无话不说。对，他说我会撑戒严哦，是因为我当时抓了99个间谍，而且都是中国间谍哦，而且我还把他送到了美军的冲绳基地里面去。我是因为美国人的关系，他那边支持我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戒严。但今天被打脸，但是打脸背后还有故事。对，我们现在来知道说，尹锡悦，我觉得他真的是已经揭露疯狂的一个状态。疯狂，他因为这个弹劾案第三次开庭，第三次开庭的时候呢，他回答这个为什么你要戒严？你现在来讲的话，戒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难道你真的只是因为你要去抓中共的一个间谍吗？就他的律师也讲说，不是为了我们哦，我们在当天的时候呢，抓了99个中国国籍的一个人员，而这些人的话，他们定位为间谍，然后呢，这些间谍呢，不是我们自己要抓的，我们帮美国抓的，帮美国抓。然后现在这些人呢，已经确认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呢，已经转移到冲绳的美军基地。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尹锡悦的律师证明了一件事情，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美国是介入韩国的内政。那你知道吗？第一时间还记得川普他有讲过，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对，还有人比我还要疯啊，就是尹锡悦啊，现在开始不认了。对，现在来说的话，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难道美国真的介入南韩的一个内政吗？过去这些来说的话，可以做但不能说。对，难道你真的是已经疯癫到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吗？甚至他的律师还有说，我们是有所本的。这是什么？这是韩国的一个报纸 Sky Daily。天空日报，然后呢，他说，你看哦，天空日报的头版头都有写啦，说当天啊，戒严当天抓了99个，然后呢是韩美共同的一个行动，甚至如果你还担心说这会不会是假新闻，说他连照片都有，连照片都有了，应该就不会假的嘛？你看这些中国籍的人员竟然蹲在那里，然后都被抓了，可是你知道吗？韩国的警方第一个跳出来就说你这是假新闻哦。这些来讲的话，这些人是中国籍的没错，可是呢，不是这个案子。2016年的事情，你不是2024年的事情，是2016年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的话，连美国那边的人也开始出来讲了，其实这东西来讲不对，因为呢，驻韩的美军司令部发表声明，他说呢，南韩媒体对美军的描述和主张完全是不属实。你过去来讲，美军哦，你在人家的国家，比如说美军也驻扎在日本，也驻扎在韩国。不会来开口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一个状态已经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一个情况了吧。所以呢，韩国到底有没有被美国的势力给掌握？过去来讲，这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事情。这一次来讲，尹锡悦大统领竟然把它给说出来了。因为过去来说呢，尹锡悦的政府有调查多起中国渗透南韩的一个事件。其实南韩为什么会这么乱？就是他们一下子亲美，然后呢，另外一波又亲中。文在寅就是亲中的嘛。那尹锡悦上来之后，当然去查他嘛。不只是美国的罗斯福号被拍了，然后呢，甚至其他的一个航母跟潜舰，甚至还有人去拍他们的国家情报院，还用无人机哦。对，还有无人机，所以呢，其实竹凡不及被宰，有很多的一个状况，甚至他们还知道一件事情是最离奇的一件事情，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萨德飞弹防空系统。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很多人在抗议，为什么呢？因为你萨德系统放下去的话，等于亲美派向美国输成，那韩国内部的亲中派就不高兴啦。你这些东西摆在这里要对付谁？是不是就对付中国？对。所以呢，他们很多机敏的事情的话，要在保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要更换老旧的一个弹道，老旧的一些飞弹，你必须要在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一瞬间突袭式的把它更换。有一天，南韩的军方跟美军就讲好了，我们就哪一天的晚上都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这个基地现场，然后把这些老旧的萨德飞弹给换掉。
填装上新的飞弹，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以为说这样子船过水无痕，没有人会注意，就没想到竟然要进行突袭行动的时候呢，竟然有人就开始去抗议了。这些人就去抗议了。这是最机敏的一个行动，只有美军跟南韩的国防部之前怎么都知道，而且时间就刚刚的好。你如果是早一点知道，或者是已经换到一半你再去，那你还情有可原。他们竟然就是这么刚刚好在动作之前就知道，然后讲说那这个一定就是有人泄密。查下去之后呢，有4个人，这4个人的位置就职位都是非常高，都是国防相关的一个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安保室的室长郑义溶，他为首的4个人都被查到，你有把这些萨德相关的一些资料给了中国，所以呢，中国才有办法在掌握这个时间直接进去处理。那个时候戒严的事情，全世界都觉得很震惊嘛，韩国也很震惊啊。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哎呦，你执政党应该要下台。问题是执政党它最低迷的情况是32.3%，它慢慢的往上了。而在野党李在明他们的竟然是慢慢的往下，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风向变了。那风向是怎么变的？韩国的媒体就直接讲就是你美国介入啊，你美国就是把国民力量吹上去嘛，对不对？那吹上去之后，李在明的在野党你也没有办法拉高嘛，所以你最近来看一次40.8到46.5。如果你发生了这么多离奇的事件，比如说你让戒严，然后你没正当性，你怎么可能又将近50%呢？然后呢，这个过去来讲，在野党竟然是从42.2降到39，所以呢，其实韩国你不管要亲中亲美。只有一个老板，而这个老板现在来讲就是美国的川普，所以你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你就算没有尹锡悦，那美国你要操纵南韩，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的棋子？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大国博弈，现在大家都在比军事，我们台湾的军事呢 ，OK 的啦。看看这个狙击手夹枪，当时在军演的时候完全锁定，而今天最妙的是它完全曝光了。这到底有多厉害？各位啊，你现在才看的才知道什么叫做把钱花在刀口上。这个所谓的狙击手夹枪，它耗资呢大概只有2.5亿、2.6亿，这是以国外采购的标准。但是呢，它可以做到什么？第一个，它可以在240公里的范围之内锁定所有的敌人，它可以对空，也可以对海，也可以对地进行多重的打击，而且它同时呢，一次可以锁定20个标的，采用所谓的红外线药一夜视性哦。换言之，这是目前为止呢，美军所提供给我们的地表上的最强的这种我们讲的电侦系统。它装载的是哪里呢？当然是我们的 F16V 嘛。所以一旦你把这个设备装载之后呢，会发生什么状况？其实已经演练给你看。过去呢，曾经在我们讲利剑联合演习2024年就最新的它马上就侦测到这个是什么歼16D，我把你的整个机型呢，龟心窟跨料，你的头尾、你的机翼、你的后面的喷嘴，我全部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白。所以你想想看在有这样的设备装载之下，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空军战力以及相关的雷达征收，那是会绝对是我很有把握啊，就是我们对于区域的这种控制力，当然会增强嘛。但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像什么？像美国买。这叫外援，它能够增加对我们有帮助。但是我们现在美国一直在跟我们讲，也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创造出第一景象啊，无人机台湾希望能够自制啊。所以那时候是不是有24个美国的无人机相关的厂商来到台湾？那时候我们很高兴嘛，顾立雄说我们未来跟他们合作嘛。但其实这个有个猫腻，为什么要跟他合作？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好。来，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呢，讲说，我们来制造无人机园区好了，打造一个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结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劳动部长洪申翰他自己去问中科院呢，以及顾立雄，结果问他说有没有信心？我说能不能去管理这个园区？他说，坦白说，报告委员，我自己也有点怀疑，真的这么心虚？哪有人自己说我做不到？你不要叫我干。好，那钱也都不要给你，好不好？而且不只是这样，过去讲说战争形态啊，你知道吗？所有地域景象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联合作战图像。那海军本来就有一个连成系统那他利用的做法就是说，我用这种低轨卫星的方式去做探测，其实跟乌俄战争很像，然后来做呢全方面的我们讲的数据上的联通。但是今年呢，他们又加码了，加了一个叫做我要再花5.5亿。为什么要花5.5亿呢？因为我要买通讯车，等于就是说我买了通讯车之后，我所谓的连成系统，我有我所谓的中心化，才有讯号啊，不是中心化变成说，如果雷达被打击，对，那我不就整个系统都废掉了，对不对？他说，那我那个通讯是可以到处跑嘛？你如果这个东西被打击了，我至少还有一个补充的点。好，那听起来说，不对啊，那宇轩，那这个连成系统就很棒啊，这个连成系统就很强啊，对不对？没有，你错了。因为这个连成系统过去出大包，你知道出什么大包吗？总共连成系统分6个等级。1到3呢，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
我看了就清楚，比如说哇，看到赵和哇这个汉操这个身材，哇这个脸蛋哦，我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4到6，4到6是什么呢？就是把酒蒙蒙，下面都看不啦，糊糊的了，哎，雾煞煞了，不是天气不好，天象不好。他说，但是呢，常常遇到4到6，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那遇到4到6怎么办呢？我还是要追踪他，我如果没有追踪到他，我完蛋哦，因为他们都有我们讲的权责哦，所以变成是比如说共建来了嘛，有敌舰来了嘛，他们怎么办呢？他说，长官，这是从雷达消失。他说好。那我们现在来预判轨迹，他们用预判的，也就是呢，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我用预推的船位。比如说我本来船在这边嘛，然后噔到这边的时候，嘣不见了。那我就想说，我用猜测的，他预判呢可能会到这边。那他就说，哎，我们先把资料填这边好了。他就把这个资料填上去，那当然不行。然后填上去之后呢，等到长官回来，因为有时候长官不在嘛，长官不在，如果说再乱填会出大事啊。他们说，我们看一下他到底真正后来跑到哪里去。后来发现说，其实他人在这边。他说好，那我们校正回归，让他线路把他画到这边来，这样搞。所以你比如说这种东西，各位啊，我们讲精准度，好，你说我们在演练的时候呢，平时的时候呢，可以用预判的嘛，对不对？预推船位，那我就请问一下，战争的时候你怎么预推？我飞弹打过去，说我预推他在那边，所以我往那边打，然后完全那边没有东西，完全毁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讲这种开火最忌讳的是什么吗？那人家不就知道你在哪里了？对，因为你今天飞弹射过去嘛，所以人家就发现你的发射位置，就可以反向追踪嘛，反向打击嘛。那你第一枚没打到，第二枚人家就来打你嘛。所以他们就想说奇怪嘞，这个花23亿，然后连成系统也是跟人家外面买的。那我们把训练专案呢，各位编列67亿哦，就是要把所有这些整套系统全部都凑在一起。但这样很显然呢，我们光单一的一套系统都有问题。理由很简单，我刚才有讲了，他用的叫做这个 PESA， 也就是说它是被动的阵列雷达。那我讲这个原理跟概念就知道，它只有单一的发射器。但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我如果这个发射器被打掉，我就没了。对啊，而且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它还要对准啊。对，而且我定位的时间非常慢，我就是要等，它有延迟时间。但新型的叫什么 AESA， 也就是主动的阵列雷达啊，就包括我们的 FC6很多都是用这种的哦。它是什么？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发收器跟接收器，所以这个情况下，你新时代的东西才有用嘛。结果呢，你现在跟我讲说，哎呀，我还要大制造我们的这个雷达系统，就全部都用中科院哦。用这种 PESA 旧型的，而且你知道旧型最离谱是什么吗？它其中有一个切换开关，不好意思2027年，因为它全世界只有一家厂商，很有可能就会停产。那我就请问，到时候如果它停产，我们还要用这种过时的东西，是要凭什么跟人家打仗？辉生，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政府好有钱哦。原因是什么？现在好多的，不管是就业基金或者是文策会等等，现在都被全部都挖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文策院部分，他第一时间新闻稿直接跟大家讲说，我们不会拿这个文化部的一些钱啊等等的。但你之后拿的钱更多，变成小金库了。是我跟你讲对，文化部的钱是文化部的钱，文策院是文策院的钱。可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过去都没有去爬书，不爬书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文策院这几年来花了我们多少钱。所以我特别去上网把它找出来。结果呢，我们现在把那个表格调出来，你会发现，光目前为止已经确定的这些，你看108年多少编了多少1.88亿，109年多少10.75亿，110年是多少10.21亿，然后111年是9.31亿，还有我顺便把2023跟2024 10.7亿、7.5亿全部都补上去。换句话说，文策院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大概编列了50.35亿。好，那50.35亿的钱用去哪里了？这么多年度，我们就抓一个年度111年，因为111年是现在目前为止找到最完整。你有发现很有趣，它的所有的，比如说编了9.31亿，对不对？9.31亿钱，它的收入哪里？你中间都是空的，因为那些都没有收入全部都是哪里？都是下面6.3几亿，那是哪里编的？这个是政府相关的一个预算补助，再来，都是政府全部都预算，好，全部都预算，然后下面一个75那个什么业外收入。换句话说，你108年编列预算到现在，到了111年，等于成立4-5年，你全部100%还是仰赖政府补助、政府预算。你投资那些钱，你不是去奖励投资吗？你不是去跟人家创立公司吗？你不是跟贝壳放大公司去成立一个天使放大公司吗？那这些公司到底经营绩效怎么样？目前为止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没有回馈，没有贡献文策院1分1毛。刚刚有开钱，没得探钱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怎么花的钱花去哪里？太有意思了。什么太有意思呢？我跟你讲，
哦，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不知道，原来连审计部都不知道。什么叫连审计部都不知道？你来到前面刚刚第2章，审计部竟然在111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公文，出了一个公文，耿为策院。你知道他直接骂文策院审查经费，你根本不够透明。他多夸张？他第3段啊，然而审计处于111年2月查核发现，文策院对于受补助单位经费用的支用，还有原核定补助的事项是否相符，单据是否落实存管等，未有后续控管及违规事项的一个苛责机制。所以审计处111年5月函请文化部叫文策院要改善，这是什么意思？代表着111年过去已经花了20-30亿，代表着你这钱给那个补助单位怎么用钱的？这笔预算2亿多怎么用的？每一笔怎么用的？有没有核销单据？通通都没有。我再讲一次，审计处在111年的时候就发现你文策院花出去的每一毛钱，你根本没有监督，你甚至连单据存管都没有。好，他发了这个文，就给那个文策院，文策院在111年的10月28号订定。我看到这个订定管理项目外，切尔西，原来政府是这样花钱的。你看哦，他说第4条查核作业，查核计划要订定查核时间、地点、范围、相关查核说明。补助案要在公告要点、合约载明查核方式，公告合约办理。换句话说，在他立这个之前，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是基本中的基本哎，所以才会刚刚那个审计部才会直接，审计处才会直接讲，没有任何查核监管机制。再来。它下面查核样本跟你说100万以上的总补助金额比例要抽查50%，然后什么100万以下的总补助金额抽查30%，代表什么意思？在这个订定出来之前，欧北开啦，我就是财神爷，我乱花爽了，没有任何说你要怎么查核，你要抽验多少都没有。第3点最有趣，他说查核时间。计划执行内执行届满2年，每项计划案查核次数至少1次，必要时可以不定期派员抽查。这代表什么意思？原本什么都没有人抽查过啊，就是宇轩，你来承包这个案子，我给你2亿，我钱给了，我都不管。嘿，我2年给他去看1次都没有。老天爷啊，这样的钱我们已经发出去多少？我们发了几十亿出去，然后呢，再来。查核作业结果处理办法，然后反正就扯很多。换句话说，审计处看不下去了，叫你要办这样子，结果有没有相关单据出来？没有啊，现在还看不出来。好，我们现在看下一章，你看到我跟你讲，整把火都起来哦。他现在在同一份资料，好，这里，因为就刚刚前面那一个，因为已经就是审计处就说不对啊。你钱花出去了，你到底补助谁？花了谁？你钱花在哪里？你好公出来批判起来嘛？被他们要求批判起来，我跟你讲，看了你就会吓死。总共跟你说到111年7月为止，总共有48家，已处分15家。我就问一个，你这已处分15家是什么意思？是倒闭、经营不善、关门，是卖掉有获利，然后获利了结？有没有说？没有说，就是给你已处分15家，请问这已处分这15家领了文策院多少钱？有讲吗？没有。好，15家就说已处分，剩下的他说有2家是新增的，好像不清楚。你给这就要骂脏话，你连要给他，你连这个资料都没有。那你就用一个姚慧珍的脸，然后就可以补助2亿吗？拜托，有这种好康告诉我。他的钱拿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了啊，他也没有说什么啊。再来，正常的15家，观察户6家，追踪户8家，列管户1家，冲销户1家。哇塞，你不看你都不生气，你看到你整个把火都起来。什么叫做观察户？他的观察户的意思是说，未满5年所以营运绩效不稳定，要继续观察。什么叫追踪户？追踪户是已经成立5年以上了，但是营运一样不稳定，所以要追踪。什么叫列管户？列管户是怎么的啊？要观察。所以换句话说，这48家里面，除了处分15家，除了正常的15家，其他都迷迷冒冒，都有问题啊。换句话说，48家2/3都 GG 了。好。这48家扣掉15家，其他那个都 GG 了。
那GG花了我们多少钱？你讲出来啊！这是事实，这30几家名字叫什么？你讲出来啊！我看得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是我看不仔细还是怎样，我除了几家公司名字有看出来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公司。我现在看到的几家名字有什么？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影响原创哦，这是跟威旺国际合资的哈，叫76号原子股份有限公司。叫天使放大公司，目前为止只知道这3家公司，这个文策院总共投资了3.28亿元，跟他们合资这些公司，据说呢带动相关的投资。那我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把这些到底带动多少投资，拍了多少片，全部都列出来？对。不然为什么你这个应该是一开始就成立了吧？一开始就成立了，结果到目前为止绩效还是0，贡献度是0，你到底花去哪里？